大家好，前几天我们学习了南怀瑾老师有关冬至前后温阳初生之阳气的论述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冬至饮食起居需注意什么。我们中国的阴历，这个历是下雨的历法，又叫夏历，又叫阴历，阴以太阴月亮为标准。每月15，月亮从东方出来，一定是圆的。用这个标准，可以知道各地潮水的起伏升降，推测出农作的时间等等。我们中国人过年还是喜欢过阴历年，而正月是寅月，12地支以此开始，而夏历的子月是11月，11月的节气有冬至、大雪。一个月有2个节气，其中一个是节，一个是气。大雪是节，冬至是气，这个时候是复卦。所谓复卦，我国古人即知道，地球的外面是太阳、月亮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大行星围绕。月亮本身不会发光，是借太阳的光反射而亮，而且知道月亮半圆时，另一半是在黑影中，并不等到近视用仪器或太空人爬上去才知道的，而且知道各星球都有放射能量的功能，而地球一方面在吸收其他星球放射的功能，同时它本身也在放射其能，和其他星球的功能相互影响。这些理论在古书上都有记载，可知我国古人对宇宙的科学非常了解。地球吸收太阳和宇宙的功能原是这样的，夏至一阴生以后，开始渐渐吸收宇宙的功能，一直到冬至吸到地心。在古代是说阳气下降到地心，到了冬至才开始渐渐外放。古人并说阳气从地球放射到高空的时候，可到达96000多丈，这不能说我们的古人不科学。几千年前他们就知道地球的放射功能。到太空的其他星球有一个界限，也就是现代所称的游离电子层那个界限。地球到了冬天，把阳能现在可称作太阳的放射能吸到地心去。我们从井水的情形就可以知道，夏天的井水是凉的，冬天的井水是温的，就是因为地下有阳气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吃东西也是依照宇宙的法则来的。冬天可以吃冰淇淋，吃大凉的东西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胃的阳能内敛。夏天外面热得很，而阳能向外放射，里面是空的，是寒的，所以不吃冷的。因此中国人以前空腹不吃水果，饭后也不吃水果，一冷一热，慢慢一出毛病。现在却学西方了，饭后吃水果反认为科学。到了11月，阳气重新升起来。中国人冬至进补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这时消化力特别强，补品吃进去，营养容易吸收，同地球的道理一样。所以冬至一阳生是11月开始，卦象是复卦，上面都是阴爻，代表寒冷。一阳生从地底的功能发生来的。古书上说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。那么阳是什么？它是说明地球的物理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易经包括的学问太多了，如学医，先要把易经研究透。因为人体的内部也有一阳生，有些年纪大的或者比较衰弱的不必害怕，因为人随时有一阳生的现象，只要把握住这出生的一阳，适当调摄就对健康有益。像有些人睡不着，好像是失眠，其实是体能消耗到要恢复以前，可能精神非常旺，不想睡，要注意，这不是阳气，而是阴气，和地球物理一样。但过了这个阶段，非常想睡，会大睡，那就是一阳生的现象，这就是复卦。摘自《易经杂说》，地雷复卦。为什么这个卦名称为复卦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卦上面5爻都是阴爻，只有下面这一爻是阳爻，阳能在下面发动，地下打雷了。这个卦所代表的同我们学到都有关系。拿现代人的观念来说，就是宇宙万物都在放射，譬如这个桌子也在放射，手表也在放射，我们的生命也在放射，诸位也是在放射。太阳的放射被地球慢慢的吸收，复卦开始，地心吸收到的阳能渐多，所以冬天地心是暖的，地球表面上是凉的。冬天的井水我们手摸进去是温的，夏天井水是凉的，外面是热的，这是地球的物理作用。所以到了10月是坤卦阴极，11月的大雪是节，冬至是气。每月一个气一个节，节等于这个圆的地球在虚空中转动，
气是什么？是地球本身内在的放射功能。太阳、月亮跟自然界的放射是配合的。到了11月的冬至，是一阳生，最下面一爻由阴变阳，代表一个阳能开始生长，所以这个卦叫复卦。这个就是冬至一阳生的道理。因此我们过冬至就进补了。算命根据的24气节，并不是用阴历，是用阳历。太阳星座准确的很，阴历是1个月30天，每月的15月亮圆了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阴阳合历。冬至这个一阳生不是生，是地球吸收太阳的热能进入地球的中心。冬至以前是收缩到极点的状态，冬至一阳生重新放射出来，地球的热能放射慢慢上升了。子月就是阴历11月，它的节是大雪，气是冬至，卦象是复卦。冬至一阳生，冬至是月中，所以一阳生就是中气开始。这个中字就要注意了，中究竟是哪里？天上的中心还是地下的中心？在我们身体是哪一个地方发动这个阳？譬如密宗讲中脉，道家认为冲脉就是中脉，不过修密宗的人不承认道家讲的冲脉就是中脉。这是意气之争，我们不管，我们站在学术立场了解，它应该是一样的。地区不同，民族的文化不同，代表的名词也不同，所以在中医这个中脉叫冲脉，冲脉是简写，这个冲脉同中气很有关系。我们提到这个中气，就要注意卦象，卦的阳爻是一横，也就是一点，代表这个生命一个阳能，向外发展叫做上升，收缩回来叫做下降。一升一降，一收一放是讲物理的现象，在生命就是一生一死，在学理观念里头就是一消一息。消息2个字出自易经。什么叫消息呢？这些观念为什么要啰嗦的讲？这同我们修道做功夫有关。譬如11月冬至一阳生，阳气生命能刚刚成长，到12月2阳上来的则临卦，到正月3阳开泰。泰卦看到的是阳气的成长上升，看到一个婴儿刚生下来，我们很高兴。可是易经的道理，这个叫做消，消就是慢慢用，直到用完为止。宜庄子的道理，生的那一天就是开始死亡的一天，所以生下来是在等死，就算是活了100年、1000年，不亡以殆尽，不过是在等最后一天的到来。所以生命的过程是消，那么死亡了以后是真的没有了吗？不是没有了，那叫息，休息去了。休息是充实充电，所以息的时候不是没有生命。我们习惯了把消耗活动的时候当成是生命，不知道那个息表面上看到的是死亡，实际上是在充电，是新的生命正在开始，所以叫一消一息之间。换一句话说是一动一静，一善一不善，一是一非等等。在12辟卦的12个月当中，半年属于阳卦，冬至一阳生，阳气在上升就是消；半年属于阴卦，夏至一阴生，阳消阴长是息。阳气阳能慢慢向地球中心回收来休息了，这个是息。一消一息之间好像是2样东西，实际上就是一样东西。我们拿现在观念讲，就是生命能，能把握到这一股生命能，就可以成仙成佛，超凡入圣了。宇宙有个总的生命能，就是一消一息之间那么转，形成了1年12个月，四季春夏秋冬的现象。实际上1年没有4季，只有2季，就是一冷一热。用阳代表热，春天是热的开始，到夏天是热之际。阳极阴生，秋天是冷的开始，所以凉爽，到了冬天是冷之极。这就是一阴一阳的来往消息。摘自我说参同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